的，你看到这个画面，太夸张了吧？这跟下水饺没有两样。在哪里？这个是中国的民兵船涌入了南海的后藤礁海域，这么多全部都来了。来了之后，我心里想说，不对啊，我们之前才谈到说，中国2艘航母这边乱骂，没有人理他。而且为了刷存在，干脆民兵船通通都来了。对，没错，不要小看中国的这个等于说民兵船啊。那么早年的时候，70、80年前，他们搞的是炮艇，小型的这个炮艇来骚扰我们的扬智号这个驱逐舰。他们现在在南海呢，事实上不止南海啦。在南美洲的外海都是出动这个，也是一样，而且南美洲的外海动不动200艘、300艘的这个什么民船啊，这么多！你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这个渔船，平常用渔船的身份，对不对？伪装成渔船呢，一般的渔民的身份啊，但是它里面比较特殊的是什么？里面随时可能出现武器，它里面会有武器。因为中共把它民兵化了，把它民兵化了以后呢，那么50几艘就出现在这个后藤礁的附近呢，那么集中在这个地方。那菲律宾因为这个地方在这个等于说巴拉望群岛的外海大概100多海里的地方，所以呢，菲律宾立刻出动2艘的这个巡逻艇跟一架飞机呢，那个去这个地方驱逐。请问有用吗？没有用嘛，因为你2艘巡逻舰跟1艘，除非你射击，除非你敢公开射击，在旁边射击等等嘛，所以没有用。这50几艘民兵船根本不会理你嘛。所以中国这次以量取胜的，没有错。那么这次一口气，这次是被我们拍到，我们50艘，我就看起来就很壮观，对不对？它最多的曾经来100-200艘啊，50艘就那么可怕了。你看来100-200艘的话还得了？那如果它里面又有武装的话，把你团包围、团围住，你还要小心，不能随便撞翻它，你知道吗？你把它撞翻了，死了1个人，到时候理由借口又来了嘛，又菲律宾马上被人拿到借口嘛。所以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等于说啊，那么这个巽藤礁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附近呢，一直有一个说法，南海一直有个说法说啊，南海是海中的那么波斯湾哦，为什么呢？说在南海的地底下。南海的地底下呢，有非常丰厚的相关的油田、油气、天然气啊，一直有这个说法。所以包括有好多国家，你看越南呐，然后包括菲律宾呐，还有中国，都想在这个南海这个地方呢，那么开采这个油田、开采石油田、开采天然气，所以来这个地方啊。那么，所以呢，这次呢，因为呢，菲律宾一直在10几年前，其实就在附近想要开采过一次，当时就被中共给阻挠了。当时那个包括碳砖的一些石油的碳砖船呢就被这个中共给阻挠了嘛。那这次呢，可能菲律宾又想来探船看看，结果呢，马上中国反应非常大，马上出动这个民船。那民兵船这个来了以后呢，那么菲律宾就抗议啦。对，各位，菲律宾是最有资格抗议的，你知道为什么？他真的循国际法。去荷兰海牙打过，那么有关于那么国际海事这个法庭啊，打过官司打过整个南海的官司，因为中共不是说9代线什么都他的吗？那他打过官司中共败诉败诉确定，所以呢，事实上呢，菲律宾是有资格在这附近呢进行它相关的，没有用。中共说这个地方是他的这个的，他是他的坚决维持他的领土的主权跟海洋的权益一样来包嘛。那一样来包了以后，我跟你讲，不是这样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呢，除了一样来包的话呢，最近在黄岩岛附近呢，菲律宾的一个公务船要接近的时候呢，中共也是3艘海警船直接过来，水炮就被打下去了，直接喷的，水炮就直接给你喷下去了，没有跟你客气的，你知道吗？那么因为他吃定菲律宾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的执行的巡逻艇的那个吨位比它小，然后呢船只比它少，所以他吃定你了。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直接啪嘛，水炮直接喷过来，然后直接把你驱离呀。那有时候还会造成这些菲律宾的这个执勤人员，你看那个水炮就直接打过来，你看他们的就仗势自己的海警船比你大，我的船只比你大，然后呢我船只比你多啊。我如果民兵船不够的话呢，我就直接用海警船来干你了哈。所以你就知道，那么对中共来讲，所以中国根本是什么欺善怕恶，对，没有错。中东你伊朗你被打得跟什么一样，你不反击？没有错，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那他在南海一直，我问你嘛，他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礁，对不对哦，不断的填平啊，然后要把它变成这个所谓的岛嘛，然后在上面又盖这个飞机场，又盖飞弹基地等等啊，全世界哪他没有办法？对，包括美国，包括这些国家跟他警告都不能这样，他也不理你呀，这个盖了那个盖了，这个占了那个盖了等等。好，你这样做的结果会怎样？
小马可是直接把巴拉望群岛就租给了美国，直接这个地方包括海军的，包括空军的，就租给你美国使用，很简单。然后包括老公最讨厌的射程超过3000公里的这个反舰飞弹、防空飞弹，就在巴拉望这个地方，都在巴拉望这个地方。你没有发现巴拉望有一个得天独厚，它是一个斜的，有没有？对，是一个长方形斜的。然后呢，中共从北黄岩岛一直到这个等于说这个等于说这几个礁呢，事实上都刚好正对了巴拉望。菲律宾拿你没办法，那我就把它租给美国啊。美国在这个地方，包括它的空军基地、飞弹基地，全部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帮我看着你老共。所以你越欺负我的结果呢，我菲律宾就用这一招来对付你。然后现在搞不好美国也即将把 F-16也卖给菲律宾。所以呢，第一岛链最后一条本来是他的国防最弱的，因为老共一直欺负他，菲律宾现在也慢慢加强他的军备，也慢慢成为第一岛链的一份子了。辉正，我们刚刚讲中国的威胁真的是非常多，人家是用什么海警船啊，或者民船这样子去骚扰。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就是共谍。共谍现在什么？大家风声鹤唳，大家都觉得太可怕。但今天中国真的是，我只能说，怎么会这么呆？你根本是乱吸收吗？你看到在全军文社中校，他的这个职衔还蛮大。孔繁嘉在台发展共谍组织，被判了5年4个月。但里面我们把里面的相关的文书看完之后，才发现。你每个都是未遂，都没有达成任务过的。是赵和啊，他是属于共谍里面的普龙宫啊，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普龙宫，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也是非常不可思议。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判决的时候，我有点生气，我想说，哇塞，他从2006年就被吸收，对，搞到现在已经快要20年的时间，这么可恶的一个人，而且曾经还是我们的中校管这个军文社的，你怎么才判他5年4个月？而且他一审是用叛国罪判5年6个月哦，二审你怎么用贪污罪贪污罪判了5年4个月，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发展组织未遂判了2年6个月，后来合并执行就是5年4个月。那你想说怎么会判那么轻判？怎么可以这样？司法长就后来仔细拜读了里面的内容之后，想说好啦，他真的是普龙狗，你知道多普龙狗吗？这不可思议。第一件事情。刚不提到吗？他在2006年的1月跟2008年的时候，连续2次就收了中共的这个钱啊，大概6000美元跟5700美元，相当于1万多美金，要干嘛呢？他就说我给你这个钱，你要去吸收，你那时候是军人嘛，你要去吸收你们里面的一些军官。你要吸收军官，要帮我们发展。他说好，没问题。结果呢，他就带着军官，他又去接触一个王姓军官。他说，我带你去越南，那个开心一下。对，这样。然后他去了。没有，然后那个王姓军官就非常的刚毅不阿，就说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拒绝他了。拒绝他，所以那一次就没有去成功。后来又隔了大概2012年到2016年的时候，他又发展，他那时候已经退役了。退役了之后呢，他又找到一个一样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找姓王的，他又找了另外一个王姓军官，说走，我带你去越南去 happy 一下。就这一次呢，那个王姓军官有跟他去，但是呢去的第一次应该是说先是去那个中国这个部分有跟他去，那去了之后，但是好像也没有。就玩完之后就没事，没有交任何的机密资料给他。他后来讲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后来想一想，我要再揪你去一次。2020年的时候说走，我们再去一次，我们要再去越南还是中国，让你选。就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去成，所以到最后他几次要去吸收人家，结果后来发现一事无成。后来呢，就是他这个一事无成之后呢，然后人家讲说好啦，看起来他是确实是要发展这个组织，但是未遂吸收共谍组织，所以未遂，所以才判他比较轻。但是呢，为什么这个案子会出来？主要是跟我们之前有提过的一个案子叫邵维强的。这个邵维强，事实上这个人是比较恶劣哦。他怎么样？他就是也是在2000年左右他事实上也是在那边这个金门，而且呢，他这个在金门这一边服务的时候呢，事实上他退役之后还在金门开了一个旅行社，然后甚至经营了一节旅社，然后在那边还当驻地的记者，干嘛？就是专门在吸收金门
这部分的一些军人还有军官成为是他的一个相关的发展。那其中他吸收到最大咖的就是这个向德恩啊，对，他曾经是金门国防部的金门守备上将大队长哦，而且呢是装甲第564旅的副旅长，还是第8军团的一个副处长哦。你知道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事吗？他竟然就是这个跟一个游姓的女子交往之后结婚，而在这个过程里面，邵维强其实对他们维持友好的关系。后来他这个跟这个游姓女子离婚的时候，结果这个邵维强趁虚而入，对，就趁他心里那个很空虚、寂寞觉得冷，安慰他才对，然后。他趁虚而入，是吸收当间谍的。吸收当间谍，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候，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哦，你就是怎么样？这女孩子为什么离开你？就是因为你钱不够，没钱。所以呢，我跟你讲，你只要来。”变成是我的个组织，那我每个月给你4万块，多一点收入。那其实你也什么事都不用做，你要干嘛呢？你就拍了一个影片，什么影片呢？你就穿着军装，然后签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一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来攻台登岛的时候呢，你就率先投降。就后来那个向维德，因为他那时候意志力薄弱，他就同意，他就签了。结果我跟你讲，他签了之后，本来这个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循线追查，然后就起诉他。本来起诉他的时候还说，人家也不过是签了一个所谓的协议，而这个协议还没有生效，所以好像要办他共谍有点困难。结果我还好，我们检察官办很认真，发现他每个月就有一个4万多的一个收入，而这4万多的收入，这个收了1-2年，大概有56万。这56万是谁给他？就是邵维强给他的，所以就用这笔钱来当成是他的一个贪污的相关的罪名，所以才循线把他们这一等人全部都破获。而这里面其他包括邵维强啊，包括向德恩这些人都被判12年定谳。而那个刚刚提到的共谍里面的普龙拱这一个因为他一事无成，所以相对来讲判刑最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